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云飞。之前我们拍摄了很多13 Ultra 的样片，最近不是升级了 HyperOS 吗？大家有一个疑问，就是MIUI 的系统小米13 Ultra 和 HyperOS 系统的小米13 Ultra， 它们之间拍摄的样片会不会有差距呢？就是大家一直流传比较广的一个信息，就是这个新手机一发布就砍老手机的一个拍照性能，砍它这个成像素质。今天我就来为大家解开这个疑惑，来看看小米13 Ultra 新款和老款之间，它们拍摄的照片有没有差距？会不会因为升级系统、发布新机，从而导致它这个性能降低，或者说是拍照性能的一个下调？这个是我从小米之家借的MIUI 14系统的小米13 Ultra， 这个是我自己升级的 HyperOS 开发版的小米13 Ultra。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们之间拍摄的一些样片差别会有多大。来看一看是MIUI 14的相机更好，还是 HyperOS 的相机更好。然后一起来对比一下，从MIUI 14到 HyperOS 这么长的一段路，它们之间的这个拍照的素质有没有提高？那我们马上开始。这些是我在11月份拍摄的照片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。那个时候MIUI 14和澎湃 OS 它们差的可能不是特别大，那个时候澎湃 OS 是第一版开发版，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下。没想到一开始我们就发现了它们的区别啊。这是120毫米拍摄的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澎湃 OS 它的这个色调会比MIUI 14的会更温暖一些，就是它的氛围感会更强一点点。但是我们仔细放大来看的话，它们之间的这个差距又不一样了。MIUI 14它这个会更锐一点点，而澎湃 OS 它这边会稍微的就是更柔和一点。而当我们切换到75毫米焦段，我们又会发现，它们的这个色温色调又几乎都是一样的，几乎没有什么差别。放大来看的话，它们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。它们的区别我们待会来总结，而现在我们再来看到它的主摄。来到主摄，它们的差别主要集中在色温和天空的一个变化。MIUI 14和澎湃 OS 的这个差别，大家应该可以非常直观的感受到。澎湃 OS 至少从目前来看，从咱们这个图片来看，它是会比较的倾向于偏暖色一点，而过渡会更加柔和。MIUI 14它是偏冷色一点，就是天空这个最亮点嘛，就是那个高光，它会偏冷一点点，相比于澎湃 OS 来说。我们同样用2倍拍摄一张，也是同样的一个结果。这个原因主要是什么呢？从实际的对比上来看，我个人认为是它这个超动态显示而造成的这个天空颜色的变化。澎湃 OS 它拍摄的天空过渡会更加的柔和，从高亮到这个普通的天空蓝色，它会非常柔和。而MIUI 14它的这个高亮到天空，它过渡的是稍微深一点，它就没有那么多层级，大家应该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得出来。人像方面我们就不过多评价，大家自己看一下，待会儿后面还有一张我们仔细来分析。而这张大家可以看到还是这个天空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差异啊。这张阶梯和罗马柱那就更夸张了啊，大家注意这个中间顶端的那个颜色。澎湃 OS 它这边亮和暗的过渡，它是真的是非常的大。MIUI 14它是可以明显看出来它是有几个层级的，大家仔细，我放大来给大家仔细看一下。而这张人像就更夸张了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区别，尤其是天空。MIUI 14它这个天空是有点偏蓝色的，而澎湃 OS 它是直接舍弃了这个天空，直接就是过曝了。然后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，在一些普通的场景下，它们细节上的差别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，但是在显示效果上面它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。至少相册的这个 HDR 显示，因为我都是开启了 HDR 的拍摄嘛，相册的 HDR 显示上，新款的 HyperOS 它亮度是有明显提升的，就是说它显示的
一个亮度，它峰值亮度是会比 MIUI 14的这个峰值亮度调度会更加激进一点，会更亮一点。在人物的处理上，MIUI 14它是会有一个磨皮，然后 HyperOS 它这个磨皮的这个感觉会淡一些，或者说它没有磨皮。这是我在手机屏幕上看到的一个差别。然后具体的一个细节上的差别，我们到电脑上面来观看。目前我在手机上看的差别 ，HyperOS 依然是在 MIUI 14的这个相机基础上一点一点在优化的。看上去它的效果是会比 MIUI 14稍微好一些，至少在屏幕上看是这个样子。这台是 HyperOS， 这台是 MIUI 14。他们那个没有拉到顶啊。目前来说都是自动亮度啊，都是自动亮度。看它这个亮度的调度啊，首先就是一个 HDR， 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。你看这边的高光和这边的高光，然后我们再换一张，大家也可以看，这个不是那么明显。它这边的这个高光过渡就会更柔和一点，从最亮到最暗，它这个最亮就显得有点发灰的感觉。就是说，我们从肉眼上来看的话，MIUI 14到 HyperOS 它还是确实一直在优化的。就从这个显示效果来说啊，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些照片。来看这个，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这边发灰一点。我们从肉眼看是这样子啊，至少在显示效果上。HyperOS 它的 HDR 超动态显示它会好很多，好很多很多。然后这是人像，刚才我们已经详细的看了一下之前我们秋天拍摄的2台小米13 Ultra、MIUI 14和澎湃 OS 它们照片的一个对比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最近小米13 Ultra 它的这个澎湃 OS 的开发版又更新了好几波，所以我们再次来测试一下它们的这个有没有区别，是不是因为上次更新的是第一波更新，它们区别并没有那么大，而我们现在来看看它最近的这些更新有没有对相机做一些改变。那我们走着。结果这一对比下来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，因为一对比下来我发现他们好像在小米13 Ultra、澎湃 OS 再度更新之后，他们之间的差距好像就是并不像之前显现的那么大了，他们之间几乎就没有什么差别了，就非常的奇怪啊。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些样片，大家有需要的话就暂停观看一下。在这张大数放大的情况下，我们是可以发现一点点端倪的。MIUI 14它反而是比较清晰的那一个，澎湃 OS 它这边是有一点点虚焦，或者说它是有一点点过于的柔和，而这一张区别是大的，还是在75毫米这个焦段，但是这一张是反过来的。MIUI 14它这个对比度，明暗对比度它会更高一些，而澎湃 OS 75毫米这个调的这个焦段它是偏灰一点点，就是它暗部它并没有压下去，偏灰，然后像草地它也没有MIUI 14这个氛围感，就有一点奇怪啊。在这一点上，在75毫米这个焦段上它确实是有点倒退，就这一张照片来说啊。而后面的很多照片其实在色温色调上，然后整体的这个感觉都是几乎就是一模一样啊，几乎就没有什么区别。你看这个红色，不管是整个大红还是我单独拿出来拍摄的一个小景，它们之间的这个感觉都非常的接近，就仿佛它们就压根就没有变过一样。就像MIUI 14和澎湃 OS 它们
这个系统是过了1年的时间的，但是他们这个色温、色调，然后呈现的质量，它是没有任何改变，这是非常神奇的一点。你看这个风车也是同样的，而且在更新之后，这个天空的颜色它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了，这是很神奇的一个点啊！你看这个天尽头那个颜色是没有什么区别了现在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照片，我是从下午拍摄到了傍晚，然后场景也是尽可能的丰富一点，然后给大家看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。但说实在的，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别，除了最后一张它这个亮度它会有一点点改变，就是这张啊。小米13 Ultra 2个大版本之间的差距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，其中不同的点主要集中在2大块：高亮区域的亮度表现、亮度的色温区别。这点在13 Ultra 第一波开发版里面就有比较明显的变化。我个人理解为这是小米对于高动态显示做的优化，毕竟在同一种类的设备上查看确实是新系统的小米13 Ultra 展现的效果要更好一点，这可以理解为正优化。而另一块比较明显的就是画面的明暗度的改变，其主要表现在75毫米镜头上会有比较大的差异，当然也仅仅在极个别的场景下，当然主摄也会有曝光的差异，但整体的细节质感从最初的MIUI 14到现在的 HyperX 的开发版，在色调、画面质量上几乎没有什么肉眼可察的区别。我也会放一部分样片给大家做个参考，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看区别。从这里来看，似乎越更新画质越差是一个谣言，并没有太多实际的依据。当然在这里也不排除其他机型的情况。这里我仅仅只对小米13 Ultra 的MIUI 14和 HyperX 的开发版做了对比，仅说明在13 Ultra 这2个系统上面的区别。我个人感觉厂家是不太会做这些自断后路的事情的，要是真的越更新越差劲，那就是真的没啥口碑可言了。不过我发现一个盲点，似乎新老系统也没有啥差距，真就出厂即巅峰呗。也就是说，在过去的1年时间里面，小米13 Ultra 的成像质量虽然没有砍，但也没有提升。如果你想要更好的成像，请认准小米14 Ultra。希望我的这些视频可以帮助大家认识到小米13 Ultra 升级并不会砍相机这回事，大家在相机这方面可以放心的升级。对于你有帮助的话，请记得多多支持。我是云飞，最后记得点赞、收藏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